所以香蓉你怎么看啊？就是川普表达了希望在100天之内访问中国大陆的急切。那可是这个急切，其实从谈判来讲，并不是对他有利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急什么？那对于北京来讲，他等于是拥有了一个筹码，我要不要让你在100天之内来访问？然后我们之间要先达成什么样子的协议？显然现在都是进行当中。你觉得川普急什么？而北京又可能希望拿到什么？川普行为的第一法则就是攻击。所以他会采取主动攻击，我不见得是攻击你，而是他会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人会不断的抛出话题，但是那个话题本身，在创造话题之后，是不是有迫切性，而且一定要立刻要实践什么？那未必。你觉得100天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我觉得尤其2025年，特别是在习近平和普京的视讯之后，两个人共同标举的，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2025年，因为是反法西斯抗战胜利的80周年，他们几乎在告诉我们，北京跟莫斯科都会有大阅兵，对，那而且互相都会参加。那个味道，就是应该在大阅兵的时候，莫斯科的大阅兵，习近平可能才参加，然后北京大概也确定会有大阅兵，普丁会参加。那从中国的最高的战略来讲，维持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可靠度，那应该是最高战略，他也会在战略当中有主动性。就不需要跟着川普的音乐跳舞。川普因为他不停的在出牌，打桥牌人都知道嘛。如果你一直在听对方在叫牌的时候，你的思考就会被他带着走。那因此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叫牌的逻辑。那中国在川普1月20号就任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观察就是中国的叫牌逻辑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川普来讲。川普在2025年到2026年，你看到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包括你听到 Rubio 的讲话，包括你听到呢川普生命前讲话，2025年到从今年的7月4号开始，川普会搞1年的爱国主义。那个是他重中之重，他是要进行的美国的爱国主义的大清洗的。它是一个社会改革运动，对，因为或者是社会革命。对他把爱国跟对于川普的忠诚会绑斗在一起。你爱国，你还要对我忠诚。那这个爱国主义包括对于学校里面，甚至于包括对于大学，如果你的大学就像是那个谁克鲁兹呢在接受访问讲的，就川普就任之后会针对大学里面所有关于意识形态表达，如果跟川普政府不一致的，他们都会有动作。那这些的动作，他甚至点名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认为就包括反犹太，他都是不允许的。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就是有补助的断补助，没有补助的那你就等着。他基本上面是对于过去30几年的民主党所建构起来的那个整个的美国现在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全面的挑战。那他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对于高中的老师，只要是公立学校的高中的公立学校的老师，他们的高中因为他们叫 high school， 其实是国高中，对于国高中老师的爱国意识的忠诚考核，这个呢在你看他的 Agenda 47里面呢都是有提到的。因为2026年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他要在这件事情要大搞，换句话说，他会把很多的注意力，第一个会先摆在美国，要巩固呢，要把原来他们认为的那个觉醒运动的那些所有的余毒都要清理干净。他的出手是非常狠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John Bolton， 他上来了之后，你看到他把 John Bolton 的安全随护都取消了，就是
只是因为John Bolton 呢常常批评他，还写了书啊。对，所以台湾方面呢，必须要知道，就是你现在在邀请的，不管是 Pompeo， 不管是呢 Mike Pence， 或者是呢 John Bolton， 这几个人呢，在川普身边呢，基本上不但没有影响力，而且是站在他的对立面。还有海莉。对，就是呢，在 Nikki Haley 呢也一样，这些人都会呢被边缘化。那你川普除了他的爱国主义之外，你看到 Rubio 在他获得参议院的任命之后 ，Rubio 的出访的第一步啊，他跟传统的国务卿不一样，他是到中美洲啊，他是把中美洲走一遍。除了 Rubio 他的古巴裔的背景，他基本上面呢，就是要借着他当国务卿的时候呢，让古巴皮开肉绽，所以他会把他的重心呢摆在中美洲。可是呢，摆在中美洲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川普2.0的政府如何，就是我用概念式的讲法，就是说如何呢扩大美国在美洲的影响力，让美洲跟美国能够画上等号。我认为是川普的川普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呢，美国立国以来的总统呢，他最佩服2个人，在政治上面来讲呢，他最佩服的这是第7任的总统 Jackson， 因为 Jackson 呢不只是一个美国第1任的民粹总统，而且是一个大扩张主义的总统，是压迫所有的印第安人呢必须要呢认输，同时呢大迁徙到保留区的总统，就是如果Jackson 呢，在代表了白人主义呢最强盛时代的思维。美洲的扩张呢 ，Jackson 是关键。在经贸上面来讲呢，他最佩服的是麦金利。你看他都要把这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山呢，再改回麦金利山。那个麦金利山是在什么时候改掉的？是在奥巴马的时候改掉的。他就要准备再把它改回去，但是现在呢，当地有反对了，所以还不一定。可是你从他的思维里面，你知道他对关税政策来讲呢，跟麦金利是一样的，他的扩张主义呢，跟 Jackson 呢是非常像的。我认为他崇拜谁，你看他崇拜谁，你大概知道呢他要干什么。所以他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呢摆在巩固他的亚洲的势力。他就回到了呢刚刚呢在郑亮呢所提到的，我认为未来的强权政治呢，真正呢在推移的是势力范围。就是美国要确定美洲呢是它的势力范围，而这个时候呢，中国会不会有第4公报呢？就看呢中国跟美国在势力范围的认知上面能不能够达到平衡，能不能认知到西太平洋、台湾呢确定就是呢中国的势力范围，你们不能够再有任何的干预动作。如果在这种的概念下面来讲呢，即使不是两岸的实质统一，但是都有第4公报的可能性。第4公报是要谈出来的，是利益交换出来的。这跟在之前的1、2、3公报，在那个呢就是呢联中制俄的背景下面的是非常不一样的。第4公报呢是中美2国之间的利益交换，是势力范围的交换。它所形成的就国际社会新规则，强权政治，每一个国家它就会回到呢之前布林肯讲的那句呢非常简单粗暴的话，就是你如果不是在餐桌上，你就是在 menu 上面。但是在餐桌上面顶多呢只会有3到4个呢在餐桌上面吃饭的人，而其他的所有的小国家都是在 menu 上面准备划到某些势力范围里面的。那当你看到川普并不是对国际政治没有思考的人，在这个星期之内呢，前几天我跟凤清在谈到，就是说当川普要就任前的时候呢，金砖开始快速的扩容，表示呢许多的国家知道他可能在 menu 上面，他开始选边。你看到印尼呢进来了，你看到呢奈及利亚进来，他们都挑在川普就职前表态，这不寻常。没错，因为川普对金砖是有感觉的，虽然他搞不清楚这金砖有哪些人，他有西班牙在金砖里面，就是他的概念是一回事情，可是他知道金砖体系的扩容跟巩固，基本上面就是潜在的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他讲100%关税，对，他要去美元化的。对，他如果去美元化，他就准备干了。他知道金砖的扩容，所有参加金砖的人基本上面都是在逃避美国的影响力。但是呢，川普在干什么？川普的就任的第
第3天就是今天早上的时间，昨天他用视讯参加了冬季达沃斯论坛，这个很特别啊！你看他上来了之后，你会想到说他对达沃斯论坛感兴趣吗？对，居然他过去对任何的多边的议程的那 agenda 他是没兴趣的，可是他视讯参加了达沃斯论坛，所以呢，他脑袋里面的那个 world map。跟我们想的呢，可能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呢，就是中国要如何去设定呢自己的教牌逻辑。我拿到牌，我知道我手上有哪些牌，我不知道你的，你不知道我的，但是在教牌逻辑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开始进行强权国家之间的心战，那个呢，心战是最重要的。好，刚刚向荣其实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川普要的美国，他要的美洲是美国的美洲。那从他在就职演说里头特别强调格陵兰，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这个墨西哥湾应该要改名哈，还有他对格陵兰的校正啊，哈，那当然在演说当中没有，可是呢，他之前不断的提的格陵兰，你仔细去看地图的话，先不讲南美洲，但至少中美洲以北都是他要的，就包括加拿大，好，所以。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件事情是川普地图当中的重点中的重点，这是他的核心利益。McKinley 我要补充一点，美西战争就是他打，对，是啊。那美国拿到菲律宾，没错。那 McKinley 立下了泰德罗斯福的基础。那历史公认，从这个1895到1910，就是美国的崛起。这就是川普要的啊，他要的其实是那一个扩张的美国，可是那个扩张是集中在美洲的。对。而这个既然我集中在美洲，那中国没有集中在美洲，他到亚洲了。那是菲律宾的部分。可是我觉得现在川普心里头想的，那亚洲的部分，你中国大陆可以出牌啊，我们来大家讨论看看啊。这是现在川普很重要的一个大交易，而他的大交易会不会成为最后的第4公报？我觉得这对于亚洲国家啊，当然对台湾影响重大。我们可以解释，我们从川普的就职典礼，我早上访问张金义啊，张金义说你都不知道，就川普的就职典礼，让整个呢大华府地区的，就说饭店的住房啊，少则涨5倍，重则涨10倍。他说，平常200块美金一个晚上的房间呢，那几天的时间，一个晚上是2000块美金。天哪，那200块美元的房间很不好哎。就是那是三星级的，三星级的，它会贵成，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呢接到了请帖，涌向华府。可是后来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进到室内。他说，你就可以观察出，就是说你到底在什么位置。第一圈的是750个人，只有750个人可以在那个呢国会的那个园厅里面。那韩正他们是在园厅里面的。第2圈呢是在旁边的会客室，那个大概有1500人。解放。你看到我们的韩国瑜或者台湾的代表团宣称呢，特朗普距离他25公尺，是在那个会客室里面。特朗普呢在园厅结束，有到会客室来走一下，最近的距离呢走到你25公尺，而不是你站在或者坐在他25公尺的地方。第3圈呢是在更远的体育馆，是2万人的体育馆，在外面呢还有20万人。在许多的饭店旅馆里面，你认为你在什么位置？那当你看到就是说，当菲律宾呢，不要说750，不要说1500，不要说2万，菲律宾都不在里面的时候，菲律宾的重要性是不存在的。好，当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中美3公报美国都没有完全履行，那请问他签署第4公报有何意义？两位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我这个你也不能够说3公报不存在了。美国也没有真的去推翻817啊，对，对不对？他只是犯规啦。一中政策他也没有完全推翻啊。不然他为什么不直接？为什么对赖清德的一些动作会有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够说，当然他没有完全履行啊，这个我们知道了啊。4不1无益，拜登也从来没有履行过啊。对。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谓反对台独的说法，还是有意义的。它一旦变成白纸黑字，就是语言跟白纸黑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不支持跟反对，那中国大陆当然就可以要求美国要多做一些事嘛，这是必然的。好，那么这边是徐 Jason 啊，谢谢你的抖内，他说他期待今年的阅兵会看到机器狼方阵进场，超科幻的哈。
何志坚，谢谢你的抖内，因为他是金融圈的人啊，他提的这点很重要。他说，川普昨天直接指导联准会1月要降息，很快下个礼拜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那广场协议2.0没有广场也没有协议，但是2.0已经开始了。人民币今天已经升值到了7.25，我现在看到最新的数字是在人民币7.2481对1美元，它升得很快，因为在前2天的时候还7.33，对，现在已经是7.24了。对，好，那个美元指数已经降到107.7，贬了。所以川普所指导的降息。那么这个汇率能够往下走，他已经开始出手喽。好，所以看起来他还是弱势美元派。他说华尔街金融建制派全面退出，新经济金融全面进场。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太早了。对，比如说西德州原油，昨天本来跌了，后来又拉起来，变成只负0.14。西德州原油还是在74块多啊。那联准会刚在去年12月19降息过。你现在他2月再降息，1月底，1月底啊，我又没有看到油价真的大跌，我怎么有降息的底气啊？我们来观察，鲍尔他要不要表达效忠，就在这一次的会议。鲍尔的任期到明年2月，对，他在任期满之前，理论上可以不用理会总统。所以我们可以来观察，因为呢，前2天联准会理事华勒也不要小看他，他是共和党的哈。他就主张今年联准会要降4码，他的喊话对金融市场影响很大哦，因为大家觉得他跟川普的关系比较好。那鲍尔会不会受到影响？怎么去影响？那会不会成为鲍尔跟川普的对立？金融市场很复杂啦。可是通膨是客观数字嘛？你觉得鲍尔比较在乎官位，还是比较在乎通膨？鲍尔你换不掉啊。他不用换鲍尔，我们后续可以观察。好，Crazy Storm， 谢谢你的抖内支持。他说想要请教，人人都说股市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泡沫，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要破灭的迹象。欧美股市天天都在创高，连国际级的资深总体经济学者对这2年都成为公众笑柄了。是否金融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呢？我认为金融游戏的规则不会改变。但是每一次的泡沫到底要吹到多高多长，是没有绝对数的。我举个例子，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联准会主席 Greenspan 他就已经说股市是泡沫了。那现在看起来那时候有一点点迹象，那时候股市当天大跌，可是之后就一路涨到2000年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是泡沫了。股市才开始消泡沫，所以只有在没有人觉得有泡沫的时候，这次大家都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泡沫才真的到了顶点。这是我的观察，然后提供给大家。好，接下来在下面这一位是这个Little Man， 谢谢你的抖内，然后 Hunting 赵，谢谢你的抖内支持。他特别提到说，大陆的 AI 大模型也开始内卷了，包括 DeepSeek R1，还有 Kimi。K1.5 字节跳动的豆包测试下来，其实都持平或者超过 OpenAI， 或者而且都是 Open Source， 就是开源模型啊。那么价格只有 OpenAI 的30或者1/40。现在 OpenAI 不得不在3月份 Open Source。所以实在是很特别的情况。好，臭豆腐，谢谢你的抖内啊。那么他说马来西亚表态更接近中国在南海的立场。那么可不可以聊一下菲律宾在下次选举后回归东盟主流吗？还是他依旧反华？这件事情等到那个他选举，因为他4月选举嘛，等他选举的时候，我们会跟他好好聊一聊。